不知过了多久，魏无羡已经累得连一个手指头都不愿意动了，软乎乎的趴在蓝忘机的身上笑个不停。蓝忘机的声音不似以前那般清冷，问道：笑什么？魏无羡摇了摇头说道：没什么，就是好开心。蓝忘机又亲了亲魏无羡脖颈，有些痒。魏无羡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说道：反正我要跟你坦白几件事。蓝忘机轻声了一声，然后在面却又轻轻地动了一下。魏无羡没忍住口钻了一下，调整了一下姿势，这才开口说道：我没有和别的人鬼混过，从头到尾就只有你一个，这个男的是江澄。蓝忘机点了点头，他自然是知道那个男的是指那一件事。魏无羡继续道：我虽然看得有些风流吧，但也不怪我，是我这张脸引的。蓝忘机一听，眼里闪过一抹淡淡笑意。魏无羡趴在蓝忘机的月胸口说，听着蓝忘机的心跳声，又说道：我有些失眠，然后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会吃安眠药，然后我有胃病，我可以吃东西有很多，就是说我现在可娇贵了。蓝忘机点了点头，说道：没事，我在。魏无羡一听，心里的那一块大石头才忽然放下。能折腾这么久，差不多已经快到中午了。蓝忘机和魏无羡两个人先是清洗了一番，最后由于魏无羡的胃不好，所以蓝忘机就没有敢点外卖，只能自己做一些清淡的食物。依然是蓝忘机在厨房里做饭，魏无羡在客厅里面看，家里面还抱着一个特别大的兔子毛绒玩具。看着蓝忘机的背影，魏无羡忽然就起了一丝玩弄的心思，喊道：蓝湛，你在吗？语气有一些上扬，听起来有些欢快。蓝忘机应道：我在。魏无羡又喊了一声：你在干嘛？蓝忘机眼里带着丝柔情，说道：做饭。魏无羡好像是玩上瘾了，又道：在给谁做饭？蓝忘机。魏无羡笑个不停，又问道：是不是在跟你的小祖宗做饭？魏无羡知道蓝湛肯定是不会回答他的，他就是想调戏调戏蓝湛而已，谁知道蓝忘机居然应了一句：是，语气还带着一丝丝的笑意。魏无羡愣了一下，第一次破天荒的脸红了，忽然感觉自己的那一句小祖宗好羞耻。完了，5年时间蓝湛长本事了。魏无羡这几天的胃算是彻底的被蓝忘机养刁了，一会觉得外卖不好吃，一会又说外面的饭不卫生，就是要蓝湛给他做饭吃。蓝忘机这个时候就只会无奈地摸了摸魏无羡的头，巧了，他也不愿意让他吃外面的饭，倒不是说外面的饭不好吃，只不过等把胃养的差不多了再去，毕竟魏婴那脆弱的胃经不起啥折腾。蓝忘机的画展明天就要开始了，因为是大型画展，也会有专门记者来采访，然后做一些文章什么的。蓝忘机问道：魏婴，明天你要去看吗？魏无羡喝着热乎乎的酸奶，身上裹着毯子，笑意吟吟地说道：我就不去了，这几天天气不太好，我膝盖又开始疼了，不是有直播吗？我可以在家里看。蓝忘机眼里闪过一丝疼惜，把魏无羡锁在怀里，吻着魏无羡的发顶，说道：对不起，我的错。但他知道魏婴的膝盖是因为当初沾他撕的那张画而落下的病根的时候，蓝忘机简直后悔的要命，就不应该撕画。魏无羡也摸了摸蓝忘机的头发，笑着说道：没事，二哥哥别再说对不起了，我可心疼着呢。蓝忘机道：等画展结束，我带你回国，英国这里经常下雨，你膝盖会一直疼。魏无羡点了点头，应道：好啊，其实也没啥事。蓝忘机摇了摇头，说道：有事。魏无羡想说真的没啥事，但看着自己家蓝湛这么担心的份上，他还是不说了，哈哈哈哈。第二天蓝忘机的画展如期而至，魏无羡看着直播才知道他在蓝湛的人气有多大，画展的4周都是人山人海，围得密不透风，得亏自己没去。魏无羡一边看着直播，一边和温情发信息：什么时候回来？魏无羡回道：快了，蓝湛画展结束就回去了。温情道：最近感觉怎么样？那个安眠药停了没？魏无羡打字回道：停了，有蓝湛在我还要那安眠药干什么？温情过了一会回复：停了就好，回来再做一个检查。蓝忘机最近对你怎么样，好不好？魏无羡抬眼看着直播，镜头上的蓝湛依然是那么的俊美，和平时无意记者好像是一个华裔人会说中文，
问了几个知识上的问题，之后又开始问及私事。只见屏幕上面的记者问道：“请问蓝先生，您在画展中央挂的最大的那一幅画，为什么你卖出去呢？”蓝忘机淡淡的说道：“那是我画给一个人的，卖不卖我说的不算。”那你记者显然没有想到，居然是这个答案，好像觉得自己扒到了什么惊天大料，又开口说道：“那么蓝先生方便透露一下这个人和您是什么关系吗？”魏无羡也想知道，他也好奇，他也挺好奇蓝湛会在外面的人的面前怎么说他们呢？蓝忘机看着镜头，就好像透过镜头在看魏无羡一样，眼里闪过一丝温柔，说道：“他是我最爱的人，